苏-35在乌克兰被击落，不能证明飞机不好，很有可能是被用的太窝囊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苏-35战斗机呢，是俄罗斯空天军里边除了苏-57之外最先进的战斗机了。由于真正进入部队服役的苏-57只有一架，形成不了真正战斗力，所以真正看家的也就是苏-35。不过呢，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苏-35的战场预期呢不会特别高，毕竟苏-35的雷达、航电设备，不要说跟中国最先进的战斗机比就是跟出口的骁龙 Block 3比，那个雷达、航电水平都差档次呢。所以在演习中玩中距对抗的时候，苏-35面对我们的国产先进战机基本赢不了。而除了中国，原本计划购买苏-35的国家都退了货，导致很多网友觉得心里有点别扭这个飞机是不是买亏了？其实呢，也不能说苏-35就那么糟糕，只能说这几年我们在雷达、航电领域发展确实有点太快了，把大伙的胃口都吊高了。苏-35的雷达再怎么样，好歹也是相控阵雷达，虽然不是有源相控阵雷达，到不了1品的境界，但至少也是江湖上的2品高手了。而且苏-35的机动性很强，据说中国周边某些国家，他们的各种战斗机都已经在海空对峙过程中被苏-35的贴身短打功夫虐待过。这次苏-35也参加了俄乌战争，由于中国毕竟是苏-35目前唯一的海外客户，我们当然也希望苏-35在俄乌战场上能有出色的表现，至少能证明我们买飞机的时候没选错。好在前一段时间空战过程中呢，苏-35对乌克兰的苏-27完全是碾压，毕竟是各种装备性能差一代嘛。但是这2天大家也看到了，苏-35也被击落了一架，就让人感觉到俄军的损失有点太大。这架苏-35怎么被击落的呢？网上是众说纷纭，有人说是在低空被防空导弹击落的，这个确实可能性是比较大的，毕竟乌军的各种低空防空火力，尤其是毒刺、流星这样的单兵防空导弹，确实让人防不胜防。而且呢，据说流星也是刚刚击落一架米28直升机，所以有人也猜测这架苏-35也是流星的战果。如果确实是这么回事那就有一个问题了，苏-35跑到低空干什么去了？正常情况下，一种可能是这架苏-35在执行任务过程中，可能遇到了乌克兰的地面防空火力雷达锁定。这2天苏-35携带反辐射导弹出动，俄军的伊尔22电子战飞机也被击伤，说明乌军的中高空防空导弹仍然是活跃的。而苏-35如果被雷达锁定，那么要摆脱跟踪的话，飞行员一般是向低空躲避，打算进入对方的雷达跟踪死角。但是进入低空之后，就遇到了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埋伏，负责中高空的防空导弹把对方飞机往下压，低空火力打伏击配合，这就是中高空和低空配合的一个典型套路。如果真是这样，说明乌军的各种防空火力在指挥协调上还是很通畅的。而另一种说法呢，就是苏-35和上一次苏-34一样，也是带着无制导炸弹对地面目标进行目视识别投弹，然后这个时候被击落的。根据呢有2个，一个是前段时间俄罗斯自己公布的照片里显示，苏-35除了挂着反辐射导弹出击，另外还挂了250公斤的无制导炸弹。另一个呢，就是俄罗斯有人在网上指责俄军高层指挥官是大陆军出身，不懂空军，认为空军就是飞行的炮兵，不信任精确制导武器使用，而是按照陆军思维，认为航空兵要低空抵近投弹才能打得准，才能经济高效。我觉得自媒体上这个所谓俄罗斯的说法可能是过于夸张。中俄联合军演中倒是确实证明过，俄军的制导炸弹投掷水平不高，苏-30使用激光半主动弹药对地攻击的水平还不如我们的歼轰7投弹精度高。不过俄军飞机低空攻击更有可能是因为精确制导炸弹储备不够，或者是因为天气原因导致现有的那些个激光制导炸弹不好使用，而不见得是领导不喜欢用。就是这些原因导致俄军把各种苏货1的飞机都当苏-25用了。这种说法倒是有苏-34那次损失作为佐证。一种先进战斗机，如果是因为弹药不行，如果是因为地面不能指示目标，如果是因为制导体制不够先进，那真是死得太窝囊了。好，关于俄罗斯最精锐的苏-35为什么会被击落，今天呢我们简单就猜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聊。